第107章八极崩的暗境。漆黑的夜空，一轮弯月孤独地悬挂其上，淡淡的清冷月光洒落大地。漆黑的小森林之中，淡淡的篝火轻盈地跳动着，为寂静的黑夜带来一丝丝温暖的光亮。篝火之旁，少年斜靠着树干，手中的火棍有些无聊地玩弄着火苗。算上今天，萧炎已经离开乌坦城5天时间了，初始的新鲜感在孤单的赶路中也已经淡去了许多，一股淡淡的思绪却是缓缓攀爬上了少年的心际。随意地放进一根木柴，让的篝火再次明亮了许多。萧炎手掌托着下巴，懒懒地道：老师，我们这是究竟要去哪呀？魔兽山脉。苍老的声音从手指上的戒指中传出。乌坦城附近不是能够进入魔兽山脉吗？怎么还要跑这么远？这里属于魔兽山脉的东部，从此处横穿过它，就能到达塔格尔大沙漠，那里就是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地。药老笑道：横穿魔兽山脉？嘴角一咧，萧炎干笑道：以我现在的实力，仅仅只能对付一些年轻的一阶魔兽，顶多只能在外围晃荡，想要横传恐怕有些不可能吧。处于险地，潜力才能爆发。药老淡淡的道：我打算让你在魔兽山脉中晋级成斗师。那我修行的这段时间不是要一直在魔兽山脉里度过？闻言，萧炎脸庞顿时变得苦涩了起来。我的预计期限是1年时间，剩余半年，你需要去塔格尔大沙漠修炼。塔格尔大沙漠？喃喃了几声，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算了，反正有药老在身边护持着，他总不会任由自己被魔兽给吃了吧。手掌摸着下巴，萧炎舔了舔嘴唇，笑盈盈的道：老师，那地阶斗技，你这小家伙每天都要提好几次，不烦吗？听得萧炎又重复这种问题，药老有些哭笑不得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略微沉默，出声道：进入魔兽山脉后再教你地阶斗技吧，这外面人多眼杂，万一被别人看见了，免得惹上一些麻烦。听得又要拖延几天，萧炎只得有些郁闷的点了点头。瞧你这没出息的样，贪多嚼不烂，你难道不知吗？你的息掌与吹火掌倒的确是修炼的炉火纯青，不过那八极崩却还是仅仅摸着点点皮毛而已。望着萧炎郁闷的模样，药老忍不住的斥道：摸着点皮毛？怎么可能？上次对付加列奥那家伙，我使用出来的八极崩可是把他的手都给震断了。闻言，萧炎顿时不服气的嘟囔道：嘿嘿，没错，你的确震断了他的手臂，可当时你的脚不也完全麻木了吗？若不是那家伙没有什么准备，你与他顶多是2败俱伤的局面。药老嘿嘿哼道：八极崩的攻击力足以与地阶斗技相匹敌，若是修炼得当，战胜实力超越自己2、3星的对手并不困难，可在你手中却是连对付一个平级的对手都差点被弄成2败俱伤。萧炎哑然，旋即眉头紧皱，沉思之中，脑海内忽然想起当日药老输入斗技时有关八极崩的介绍。八极崩，玄阶高级斗技，近身攻击斗技，以攻击力强横著称，炼制大成，攻击暗含8重劲气，8重叠加，威力堪比地阶低级斗技。8重劲气是在修炼中逐步累积，可你认为你现在掌握了几重？嘿嘿，似乎除了明面上那股劲气，并没有半丝暗劲吧。药老淡淡的道：若是你能在明镜之下暗藏一缕暗劲，当日对战加列奥定然能让他措手不及，又岂会打得那般辛苦？暗劲要如何才能修炼出来？脸庞缓缓凝重，萧炎也终于开始重视这被自己忽视的重要问题。你以前使用八极崩完全是一鼓作气的猛击而出，没有丝毫的技巧性可言，我以前没有与你提起，一则是因为你本身实力太弱，二则是你从未自己发现过。萧炎尴尬地烧了烧头，他还真的从没去思考过暗劲的问题，因为八极崩光是明面上那股凶猛的爆发力就已经让得他极为的满意。闭目成神！药老的轻喝声让得萧炎赶紧盘腿摆出修炼的姿态。篝火之旁，少年缓缓闭目，四周再次变得寂静，
只有着木柴轻轻爆裂的响声以及昆虫的低鸣声。当寂静持续许久之后，闭目的萧炎猛然睁开双眸，微皱着眉头，思虑着药老仙在心灵交流所说的话语之中。沉吟了半晌，萧炎眉头缓缓舒展开来，微微点了点头，拳头紧握，其上泛着淡黄的斗气，略微沉寂之后，旋即在萧炎的低喝声中重重地砸在身旁一棵巨大树干之上。八级崩！砰！一声闷响，拳头所砸之处，树干一片焦黄，几道裂缝顺着拳头所造出的小坑蔓延而出。砰！前一道闷响声音落下不久，又是一道更加低沉的闷响声从树干中猛地传出。咔！后面这道闷响所蕴含的劲力，直接是被萧炎送进了树干的深处，瞬间之后，骤然从其内部炸开，巨大的树干也在这既暗劲的破坏下变得摇摇欲坠。好强的暗劲！望着那几乎被扩大了好几倍的破坏力，萧炎被惊得有些目瞪口呆。虽说这既暗劲足足消耗了他体内1/3的斗气，可所取得的效果明显与斗气的消耗成正比。拥有了暗劲的八级崩，才不愧于能与地阶斗技媲美的称赞啊！缓缓收回拳头，萧炎惊叹道：“还不错，第一次就能使用出一点暗劲，不过明显太生涩，暗劲爆发的时间拖得太久。这段时间，若是对手感知敏锐，便能将你这股未能爆发的暗劲化解而去。”药老先是赞叹了一声，旋即有些感觉美中不足的道：“嘿嘿，没关系，这只是第一次而已，只要多加练习，我相信能自如地控制暗劲的爆发时间。”虎虎生风的快速击出几拳，惊艳暗劲的突破，让得萧炎的战斗力骤然间上升了许多，同时也让得萧炎满怀信心与雀跃。点了点头，药老迟疑了一会，道：“这焚诀虽然具有净化的奇效，可功法的初始等级实在太低了，你体内气旋现在所储存的斗气，也是顶多只能支持你使用出少数的几次暗劲，所以以后若是与人对战，务必要一击必杀。这八级崩本来就是一种动如奔雷杀人斗技。”萧炎郑重地点了点头，他同样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，那就是不能持久，一旦在斗气告竭之前收拾不了对手，那失败的就将会是自己。看来得想想办法提高你的斗气修炼进度了。进入魔兽山脉后，我会指引你前去寻找一些炼药所需要的珍稀药草。你现在除了依靠天赋之外，还需要丹药的相助。药老沉吟道。萧炎笑了笑，眉头忽然一挑，笑道：“那蓝嫣然恐怕也会采取这种办法吧？”“嘿，那又怎样？整个加玛帝国就那古河炼药术最精湛，可在我眼中他却屁都不是，和我比炼药术，这斗气大陆还找不出5个人来。”药老淡淡的道，话平淡的语中有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傲气以及不屑。萧炎摸了摸鼻子，对药老的身份越发的有些好奇了。对了，把这个东西背着，日后就是人睡觉也不许取下。药老沉吟了一会，巨大的黑色物体忽然从古朴戒指中飞射而出，最后重重地砸在地面之上，溅起一地灰尘。萧炎愣愣地望着面前这足有自己全部身高的漆黑物体，额头上顿时冒出许些冷汗，咽着唾沫道：“这有什么用啊？这是用燕陨玄铁锁住，整个大陆恐怕就这么一件。它不仅极为坚硬，而且沉重无比，最重要的还是它具有压制斗气的神奇效果。在它的压制之下，若你能够适应下来，那日后与人交战，取下此物，在脱离束缚的刹那，你的实力将会让所有人震惊。”药老笑了笑，旋即补充道：“而且我日后所教你的地阶斗技也与这东西有关。”